虽然说回老家的距离比较远啊，但是西部确实没人跟他打扰。关键是季镇这个位置啊，多部分的战队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去的。哦，来了 ，Fun 和 J Team。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最后一场下半局，大家肯定要奔放起来了呀。33先拿到一把 M16啊，3连发。那边六将确实也是被打残了，而且没有能够拿到是个特别好的枪械。 看经典，小小剑先打掉锁骨，而锁骨是一把 SLK， 侧身位有一把连狙在骚扰，不过近点呢取得了胜利，对于小小剑来说就不用着急了。没错，也看到了前方的929，啊，两边互换一下投注，929被炸残了。那这个战端一开啊，对于 J Team 来讲，现在又提前掉了一个人，显然是没有做好揉点的准备啊。对，而且现在 J Team 得打得保守一点了。我觉得 J Team 其实可以提前的做一些预警啊，毕竟这场比赛航段 C 只有2支战队。你按照常理来讲，后面要回家该选哪？按照常理来说，GG航也没想到在前期有3个人会抓他一个呀。他没投这么大胆，而且还没子弹了。这是直接被对方7.62系的子弹直接带走了。确实 ，Showtime 跳歪城的队伍这个航线对他们也不太友好，只能在前期用人数优势来抱团抓人。你看雷仔。 啊，雷仔已经开始行动了啊，看看有没有分可以拿啊。对，毕竟 4M 这边和 J Team 打起来，那想也不用想啊，肯定是在军事基地揉点啊，这么早的时间。对呀。好，这边清晨是一颗手雷，把楼内的楼梯口清掉之后，就知道了楼里是没人的。而且 4M 现在不太敢走这个楼顶的位置，929肯定卡住了楼梯口。对，现在是要把楼里的人 清一下，如果没有的话，确定在外面。肖12是连续的开了3次门，虽然说主动权在 4M 这边，但是也要小心对方的3架呀。震爆弹，你震得到近点、远点，你震得了吗？其实 J Team 是在远点已经放了一个人的。对，这个位置如果出来 RGG 就有发挥的机会，连打带补。这是一个3架的立体枪械，是的，是有操作空间的。他的这个突破点还是在外围，你看还是真敢主动拉出来，我的天哪！ 真想突破这个铁桶阵啊，还是要在外围的。如果正面强攻，等于是进了对方的口袋。对，小小剑帮助队友架枪，而六将这边也丢一颗燃烧瓶尝试一下。那这里 J Team 打倒一个之后呢，人数是3打3，但是六将的状态还是很残呀。小小剑非常的机敏啊，他这边看到对方丢了一颗火，赶快换点，因为自己再直架下去的话，会失去一个 点位上的优势，没错。但是现在 J Team 3人都来到了另外一侧，那肖12很灵性啊，肖12太灵性了吧，但枪法差了一点，可惜啊，是一把 SKS， 但凡是一把 AKM， 我觉得那2个人都倒了。是的，他听到对方脚步已经从自己头顶过去了，一颗火逼退了 RGG。现在 J Team 的作战计划被肖12这波灵性绕后完全打破了。RGG 刚才的一个优势点位呢，现在反倒是被肖12给架住33。 1把16，清晨在侧面补枪成功。那 J Team 现在只剩2人，而且929这个血量碰一下就倒，吹一下就倒了。啊，没倒，你吹没用，那得33上去吹。对，我吹没用啊，我没在打。那现在肖12和小小剑其实可以 push 上去，因为 RGG 如果要起身的话，它是有一个僵直的，2个人总不能被 RGG 一瞬间秒掉吧？对，因为肖12是一直锁定 RGG 没往前走。哎，啊，这被闪了，被震爆弹震了。 那现在小小剑也比较尴尬了，自己再起身也是要有僵直的，还好哇，这边还好是一把 AK 啊，对方没投的情况下直接一枪就倒。没错，929想上来看一看能不能把人补掉。4M稳妥起见还是还是扶人吧。对，扶起来，即便是4个残血，你也可以用人数优势把他撵掉。清晨这个位置不知道对方的血量有多少，929手里边是一把喷子。我提前喷，差一点就喷到了直架，选择直架。 929换到窗台，也就是要在外围吧。哦，进来了，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但是现在毕竟还是那个问题啊，碰一下就倒。哇哦！你把清晨吹倒了，我以为是929倒了。929难道要创造奇迹吗？因为现在他是一个有生力量的1v2，而且是一个喷子。喷子是没子弹了吗？换上了 AK。33也是碰一下就倒，有一颗火，逼了一下走位。 没有逼到929，就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是闪转腾挪之间，最终还是被33给吹了一口气。我说什么来着？还得是33来吹啊！ 33吹了一口仙气。是，
但确实 J Team 这个残局已经处理的够好的了，就是在先期他没做好准备，被先打了一个。对，最后929加上 RGG 那波闪光弹，确实打的已经是很完美了，够好了。2个人 push 过来没那个震爆弹，真是没办法。对。 929也知道他要抓住机会，对吧？对方毕竟倒人了，而且肯定前期也没什么物资。是，但不多说，这场比赛啊，就是揉点的过程当中，肖12那波灵性绕后，他胆子太大了。对，他替身变位能力很强，他知道2个人已经从我头顶过去了，那外围肯定是没有危险的。对，他是敢做动作的，而且呢也做成了。是的。那边揉点大战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各支战队的转移。微博战队现在跟 VS。 并驾齐驱啊，甚至说 VS 还抽空在车上用 mini 点了微博2枪，这等于是鸣枪示警啊！你看微博革命这车队马上就转换方向了。对，这毕竟啊上一场比赛前期吃过亏啊。那再来看一下分数的话，现在广州 TC 92分啊，领先体坛21分。 如果说长沙体坛想要在这一局里面反超，并且直进下周周决赛的话，得有一个很大的爆发。得 TC 在前期接一波团战被换掉不拿分，而体坛这边这场比赛是高淘汰吃鸡。没错啊，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嚯，现在 WY 这个个人数据是非常的漂亮啊。对，他毕竟也是历史的淘汰榜里面的前10啊。那现在 TC 所处的这个点位呢，暂时没有战队敢于强冲啊！哎，我说没人敢强冲，史森森听到枪声还敢来，这么大的一个口袋阵，这波有一些脱节了，看今天还能接一个啊！他以为第一个打掉了，自己收枪了。阿兰这边也很自信，直接对倒了对方，但自己也是一个残血，面对满状态的770，但是770被7杀打倒了。这一波协同。 有点一言难尽啊！最后接大身位拉出来，能不能秒掉阿兰？没有机会。那 TC 战队通过这一波的前期接驾呢，基本上已经锁定了最后的门票。对，这是8分啊，追不上了。AG 旁边也是听到了对方倒人的信息，而且这个防区是比较好攻的，而且对方的状态应该不是特别的好，是为对面占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点位。 前期淘汰应该还是要拿一手的。对的，那这里一旦打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先看这一波，七杀是被枪神直接秒掉，释怀一个秒趴，对方也趴，你趴我也趴，夫妻对拜。但是真正做主的人还是那个 God 呀！15ZY外围的对枪啊，大身位拉出来，爷们儿真男人，还当属15ZY呀！最后广州 TC 102分，那 TC 已经。 无忧了呀，就开开心心的看后面的比赛。现在打开直播间，哎，这第一波我接到了，而且完全接下来了。是的，就是 VS 这一波打的确实是，这个口袋阵他敢去钻。对，其他钻吧，我觉得也没啥，但是钻的这个配合确实差了一点啊。第一个人和后3个人到达的时间相差了大概10秒钟。 但现在场上已经在阶段2来临的时候，损失了3支战队啊。不过好在刚刚的那个防区啊，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伤亡，所以说周围的队伍啊，劝架的心也收了一收。是的 ，STE 是在这个周边啊，各个角度啊都架起了这个望远镜，看的是好不痛快。而对于 Showtime 来讲，也知道前方可能是 AG 刚刚打过架的地方，但 AG 现在的。 人数编制是比较齐整的，还有3人编制。对，而且那个防区，如果说没有外围干扰的话，你强行冲啊，也比较难打吧。对，关键是你打起来容易被劝。那个防区太低了，它旁边靠着山嘛。那广州 TT 呢，也是一路向西啊，来到了西南部的山头，旁边在卫星楼。 现在这场比赛含麦田的面积是大概达到了60%，最后麦田决赛圈的几率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在前期的话，尽量还是要保存一下载具的耐久度。对，如果是麦田决赛圈的话，那麦田中间的一些谨慎的毒防，在比赛当中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部分时间导播给到镜头 ，Showtime 都是在转移的路上。这一次来到了筷子坑，
想要驱赶一下旁边的明明，明明再不走可能要被扫了。是的，看了一眼，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哇，99直取筷子南部，真要来吗？小雨手里边有没有雷呢？想要控制住整个筷子啊！小雨摸出了自己的手雷，但是这个位置想要炸到99的话有难度，要看他是丢哪边啊，要看99要不要起来看一眼。99继续动车，给到了小雨一个停身变位的机会啊，那他可以丢远点了。对，开到这边，炸倒的难度就变得更大了。是的。哇，那几乎锁定了，最后是一个麦田阵型了。对于西部刚才控边控的特别大的 STE 和 TT 来讲，这确实很难受。对，但是这样的圈型可能会让一些队伍也来扎筷子呀。哇 ，4M 得到这个圈型的巨大红利啊！他直接过桥之后呢，拿到了东边窄边。你看来了，来了，是宝。花花反应非常的快，配合维森放倒飞将。这就是一开始啊，99想要控制住整个筷子的弊端就显现了。近点他帮不上忙 ，AG 也来了。司马光的侧身没有被维森给捕捉到，那佟家宝只剩下了维森一个 ，AG 战队后发制人。这里1、2、3、4、5、6、7趟载具，这微博就在旁边啊。但是好在微博它是有圈点的，所以说他没有必要这么着急，也过来把这个坑拿掉。这个筷子坑啊哈，确实不太好守，而且是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之下。对，你必须要4个人站住4个角。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 Showtime 啊，他也没想到怎么就会有一支满编战队越过四面八方所有邻居的枪线来到自己的脸上。邻居们，你们在干什么？但他忘了这场比赛前期就已经掉了3支战队了，这个圈型的密度是非常低的。没错，而且99也想了，我是想要控制住南北的，没想到有这个圈型，对吧？我在控制的过程当中，直接往右边一切，我变成圈中心了。是的，我变成最香的一个波波点位了。那这一波暴风雨结束之后，周围的队伍就比较平静了啊。是的，阶段3来了，然后这就剩10支战队了。所以说，这一次比赛，特别是每一次比赛每周的最后一把嘛，可能在强度上要稍微弱了一点。我觉得甚至啊，打到这个门票争夺的决赛啊，就是4号种子的决赛，最后2天没有希望的战队呢，也会打得比较奔放一点，完全当练兵来打。但也不能怪选手们，对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展现自我风采，展现自我操作的能力。但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呢？对不对？你说以往有奖金的时候，我这波冲锋可能损失个几10万，但这波冲锋在自己可能夺得门票机会不大的情况之下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个人实力，提提身价也是可以理解的。没错，最多就挨教练2句骂嘛。甚至说教练就下指令了，说这把你们打得奔放一点，我看看你们的上限在哪里，能连推几队。而且有的时候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你从一个分数很后置位的位置上，哎，一波可能就冲上去了，那也不一定，对吧？就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很多比赛前期，他拿个20分的前期淘汰分都有。是。特别是有很多有年轻选手的队伍啊，应该要大胆的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去给到这些选手机会。毕竟在第一个阶段当中，你只要不掉到后2位就 OK 了。对，哦，果然是香饽饽呀！说 AG， 你说这点位，这不愧是流星的眼光啊！包括体坛，那还有佟家宝对吧？人家选的确实没错呀。是啊。那佟家宝那波决策，就今天的佟家宝3波决策，我觉得都没毛病。但是他真的是流年不利，撞过去呢，不是那种高编制战队，就是那种圈架来的特别快。来了 ，SUK 还要硬接，但是龙仔的一颗火直接将他给逼退。那这样一来，至少打倒一个，侧面可以扔雷。看沈梦梦这颗手雷了，天霸也来了。哇，天霸直接是将 JD 一家给堵住了。天宇。跳得很高，但好在是没有被竞争的枪线给捕捉到。你看他跳了半天，被打了以后，直接原地不动了，蹲着。竞争的头皮露了出来，封了一颗烟雾弹，赶快换点，赶快换点，向后撤退，要不然会被抽死的。那这一家难受了呀。南边有体坛，北边有天霸，自己是被包了饺子了。而再看这里 ，4M 跟 RSG 遇上了，肖12在近点打倒了格子，而花痴也倒在面前，还剩下一个河将。北边 K1 的圈架机会就来了，肖12连续的12K 也是发力。这是一波肖12跟河将的1-1，被炸残了，差一点点，根本没在怕，直接选择往2楼丢雷。
越过一大片麦田，33想要帮助一下近点的肖申尔，这不愧是二手车交易市场啊，已经有了那么4、5辆的规模了。那这么一打起来，我觉得 K1 也要来啊。是的 ，K1 他现在北边也不在圈啊。而且北边它从正北往南推是大麦田呐，这不好推。但是从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就不一样了。对，捡了很多的投掷物，有3颗雷。扔2楼，打1楼。哇，33这边帮队友拉枪线，但无奈是一个丢雷的僵直啊，肖12也没有捕捉到对方的一个大身位。而且肖12他是2头3甲，在近点装备上是很好的。K1 来了，看来这一波 K1 是要拿下这个点位，但他应该是先拿另外的一侧啊，徐徐推进啊。他去到前方的话更安全嘛？对，他不至于被一颗街车雷给全部带倒。但是他如果去到前方，不先肃清掉 FOM 的防区的话，等人一拉起来，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夹心饼干了。关键是微博那边也不甘寂寞呀。微博，你看北斋将小智给放倒，再来看这边，这里一家怎么还是在被包夹的一个状态？他应该刚才啊选择一边去突破，比如说天霸这一侧。对他现在是两边都想扛，是，但是两边的压力都很大，他肯定扛不住呀。再扛一会儿，体坛就从南部攻过来了。是的，当然体坛呢头顶上也有一个 ST， 它并不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对，传言，哇，这第一家难受了。2支战队都处于一个比较大残的状况，所以说又要看谁的手雷啊抽奖抽的比较好。但现在烟雾太多了呀，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体坛也慢慢的摸到了南部，体坛可是有很多投掷物的，竞争越界了，来了，拉到近点，看到3个人被对方的喷子直接喷倒，龙仔也倒了，86，这波攻势打了一个，打了1.9个，是的。这波攻势其实想法是非常好的，上下的一个协同，但是无奈对方有喷子。对，这喷子这么近的距离见面就倒啊！嘘，这边来了，像素闻到味道了，还带着小雨，走，打枪的不要，他有一颗雷。要看小雨这颗手雷，哇，天霸的对于雷的这个嗅觉非常的灵敏啊，在雷过来的一瞬间啊，刘烨就已经往后撤了。是的。那现在的话，这个大的筷子啊，应该就形成了一个平衡了。就中间被夹的人已经没了。是的。而且体坛呢，已经是如愿的来到了阶段5的中心点。对，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那体坛在看到 TC 102分。现在场上的分数已经不足以支撑他们反超了。对啊，他现在还要拿30分，已经拿不到了。场上除掉他们只有18分的一个淘汰分，最高的分数获取上限是28分。对，但这是不太可能的。看看刚刚肖12这波操作，哦哟，直接人都打飞起来了。肖12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思路也很好。然后我觉得他是这些新人里面也是比较敢操作的一个。这些新人里面哪个不敢操作？就每个人这几天打下来都有高光，都是那种1穿2、1穿3。这个比赛在容错率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就这个阶段只淘汰2支战队，那这种比赛你都不敢操作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职业这条道路呢，你需要再考虑考虑。那是打职业自信是必须的，没错。你可能有的时候有压力，打得比较拘谨。但是作为新人上来扛住压力，并且展现自己，是每一个新人来到赛场上必备的。就每一位啊，这次比赛每一位上来的新人啊，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那包括说很多回炉重造的是吧？再次解封的像司马光这样的选手，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对，他也是被锤炼了很久，是对吧？我微博的这个战术确实是胆子很大呀。微博这4名选手之间的距离啊，应该是22分踩，相距大概400米的距离，300-400米的距离。微博现在就等着圈里的兄弟们动筷子，他再赶来吃饭。你们先吃，别等我们。他在大家吃饭的过程当中啊，先把这个饭桌围起来，等你们打起来了，直接把桌子掀了。他在，对吧？他是乌鸦哥呀，他掀桌子，都别吃了是吧？
但是想掀这个桌子，可能真的发力点不在他们这儿，还得看啊，中间的这些战队会不会内卷起来。中间战队只要打起来，那这种在桌子边缘的队伍，他可能真的就有机会了。对，他现在是独立于筷子外面的一支队伍，掌握了整个北部和东部。是，看接下来的圈型啊，往哪边刷了？体坛现在是这个筷子的一个枢纽位置，两边筷子它哪边都能走。对，那这个圈型一刷出来，西南部的2支队伍要动了。我觉得怎么着，体坛要重防一手 STE 了吧？关键是体坛看有没有烟啊，如果有烟的话，他才能撤回到筷子的南部；没烟的话，他回不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天霸根本就不看南部，他直接大胆的干拉过去？那得看他们的指挥怎么想的。你看这小雨已经过去了，天宇呢直接不看南边，往北边去重防，他觉得微博 Kimi 的压力更大一些啊。现在大家思路很清晰，就各看各的，是吧？对，防止被外围的人把咱们这桌子给掀了。对，我们先把桌子按住。对。那现在看来是筷子的3支战队啊 ，AG、天霸、体坛思路很清晰。那外围的人就要决出一个胜者来掀这个桌子。TT 大拳连续的穿了2个，绕了一圈啊，但是先被接掉2个之后呢，大拳，哎呦没倒，北斋马上就要拉回来了，不要着急。没错，近点一把3倍镜的 mini， 但是也被阿杰穿掉。那看来阿杰只剩1人编制的情况之下，很难创造奇迹了。他手雷补掉了 Z9， 这对于微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对，穿，但是对方有很多的烟啊，看不清楚人。AG 和天霸都已经踩出坑里边来收分了。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啊！你现在这2兄弟想的就是赶快动手，赶快动手！我要来劝架了，我要来吃饭了。我觉得 AG 要不收一收啊，毕竟你只有3人编制，你这时候再倒一个，可真的就不太好打了。对，关键是外围有一个真正的乌鸦哥是 STE 啊，他满编啊，他也在等。对。而现在体坛呢是通过自己的这种闪转腾挪运作，北边让 AG 和天霸扛北边压力，然后自己4人编制重防让 STE 往北边去打，自己去争取打一个最后决赛圈里边1对1的机会。他选择很多，而且他的狠活也多。看看这颗手雷，最后还是差一点啊！再来一颗火，来了 ，STE 要动手了，已经侵入到了筷子的西侧。但是在麦田上架车阵的话，也有点尴尬呀。这绝对不能往筷子里边去走啊！他走过去就是 JD 家的前车之鉴啊！对，就是也是被夹在中间的那个热狗。最后这颗火还是烧到了。说阿杰这韧性是真强啊！STE 也非常的讲武德，阿杰不倒的情况之下，我不来。没错，我给你们一个1v 的机会。派大星一上来就被 AG 给接倒了，但是苏南的位置离对方也很近，先是一颗火逼退了大拳。再来看这一波啊，守住了。苏南也是大身位拉出来，没办法，他左探头其实大身位和探头都一样。对，毕竟微博他是防守方，他有更多的优势。右身位拉出来之后呢，这边我看到自然菜，本场比赛拿下5个淘汰，打得很奔放啊 ！AG 战队，但现在在解决掉 ST 的巨大威胁之后呢，微博 Gaming 也要考虑了，2个坑到底打哪个坑？那就就近原则呗。反正现在北部的3防还在圈，还能回，看看下个圈嘛。阶段期的刷新，体坛2侧筷子都能站，但会不会是一个隐患？现在是要选择一个筷子打了，选择一个筷子，一个方向去进攻。对，你打西侧的筷子，毕竟筷子的头部有一个坑，不太好冲。但是东侧的筷子，一根笔直的筷子可以打。但也不能太着急啊！现在来讲的话，体坛如果说强行的主动发起进攻，还没有说确定自己被刷出去的情况之下就发起进攻，有点太冒失了。但是这个圈型你不打的话，下个圈型假如说被刷走了，会跟天霸纠缠在一起，那自己进圈的节奏就会被拖延了。就是不能够被蓝圈干扰着去打架，影响自己的心情。而且现在本来队伍就很少，我觉得现在主动一点，先清理到东部的筷子，那在决赛圈施展拳脚的机会会更多。毕竟天霸的阵型比较集中啊，如果体坛手雷足够的话，是有机会能够依靠投掷物打开突破的。SUK 有雷。先打残一个，而且封了进攻烟，
他是不是感觉到天霸这边的手雷存量已经不多了呀？没错，因为和 JD1家的这个交换手雷的过程当中呢，天霸把自己的存量都已经打完了。对。像素有一颗关键的手雷啊，而刘烨也很聪明，知道筷子内部吃雷，他直接爬到上面，而且是借助烟雾弹隐藏了身形。Justin 其实是在筷子的外围的，如果等到自己拉过来的时候，在上面是能够看到天霸的2名选手的。我没开过去，他想飞过去啊，没飞过去，有点可惜了。但是等到他踩到那个厕所，那天霸在外围的行动将会受到巨大的限制。对，而且像素也听到了有人爬到麦田上面去了。石梦梦胆子很大，直接往上拉。这边体坛打的是非常的有条理啊，使用蛙跳战术，相互掩护，向前迫近。得看侧面 YDD 和 Justin， 人回去了。Justin 好像没有发现 YDD 的位置。天宇这边站起来，后点架枪的人直接将天宇打残。先打一个，最终是收下了对方的淘汰。而北斋也来了，回头拉枪，哇，可惜了呀！这波想法很好，但是对方的反应实在太快了。没错，宝儿，四大爷一颗震爆弹，有机会吗？伏地状态，后面还有一个北斋，想往前走，但是被车卡住了。宝儿卡住一个车头，能不能打2个？哎呀，你把我做报告。那没办法，没办法，就是确实是身后又有一个北斋，前面4个大汉，你让我怎么做嘛？对，除非我有一颗雷，对吧？可以创造一下奇迹。这波体坛打的确实是很有条理啊！上面有 Justin 看着，然后下面的3个人是蛙跳战术，层级的一个推进。再看这边的一个决胜局，微博 Gaming 和 AG 全员 push 出来，不想在坑里边坐以待毙。北斋拉过来以后撞倒了一个15ZY，3打1，司马光退回了坑内，因为近点确实对方有反坡有优势，不太好打。司马光想的是体坛赶紧干点事儿吧。但是自己的位置已经被大权给捕捉到了，2个人的 battle， 司马光有一个掩体的，大权找到，哇，很可惜啊，司马光是有一个反斜坡的，所以对大权来讲是一个劣势对枪。但是现在北斋拿着 MG3是满子弹，来到了旁边，林斯格尔一个人扛体坛3人的压力，甚至还打到2个。面对 SUK 知道他是一个7.62的武器啊，所以说不太敢正面的去跟他 push。对。最终还是因为血量的劣势啊，明明没有能够站到最后。就算是狗杂啊，其实近点作战 UMP 还是能够给到自己很大的一个心理的信心的。他的散步要更小一点。是的，北斋慢慢的摸到了近点，也知道司马光就在前方的烟雾里。这里拖得越久啊，体坛把人扶起来之后，机会也越大，直接主动往前面走。但是司马光在后面的车后直接对枪，司马光。这边司马光的机会可能吃鸡不大了，但是最后一波面对微博 Gaming 啊，真的是展现了自己率坦的实力。没错，那最后3打1，自己在坑里面位置已经被锁定了，架住一个主动拉出来的地方，第一波是没有打掉。最后要恭喜长沙体坛吃下第1周晋级赛的周决赛的鸡，最后一击。但是对于体坛来讲，他的征途还完全没有结束。下周虽然说没有能够拿到门票，但是2天的时间可以给到他们更好的去磨练这些新人。仔细想想也是好事儿啊，因为这些新的选手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就是比赛的经验。那么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包括说之前的比赛，像素的指挥给我们展现的是什么？我直接一手4圈扎中心点，算一算全是科技与狠活啊。那现在看来的话，这套